T'es juif？ 儿子被打懵了，但父亲还在问。 Dis-moi la vérité. Arrêtez! Je sais que t'es juif! Non! Je sais que t'es juif! Non, je suis pas juif! 儿子的眼中溢满泪水，父亲抱紧儿子。这是法国的一个普通的犹太家庭，巴黎被德军占领，开始疯狂搜捕犹太人。父亲只能这样训练儿子，因为就在今晚，他们将要逃亡。但一家人目标太大，只能让男孩和哥哥一起走。一家人在尼斯团聚，两兄弟趁着夜色跑出家门，上了火车。望着窗外的风景，小小的孩子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逃亡，而犹太人又做错了什么。第二天清晨，车上一阵骚乱。 窗外，德军正在屠杀犹太人，枪声、猎犬，还有不断倒下的人。两个孩子想下车，但士兵已经过来了，从后面走已经太迟了。这时，一位牧师叫住两个孩子，让他们坐在自己身边，但两个孩子太紧张了。牧师拿出2个苹果，让他们做演示。很快，士兵走过来，神父递过证件，眼神坚定。德军看了看孩子，牧师立马解释道。 虽然有些怀疑，但证件是真的。士兵没说什么，放走了他们。牧师赶紧带孩子们下车，在路边检查出身份的犹太人正在被送往集中营。牧师将他们带上公车。下车后，他们遇到一个向导，说只要1000法郎就带他们走一条安全路线。他看起来很像骗子，但孩子们相信了他。到了约定时间，男人没有出现，来的却是德军。两兄弟急忙跳进水沟，压低身子。好在德军并没有发现他们。 而这时，向导终于出现，带他们逃进了树林，越过小溪，穿过树林，他们到达了自由区的边界，找了一个山洞，铺上稻草，安稳地睡了一觉。第二天，他们踏上了自由的道路，一路上山花野草，风景极美。他们遇到了很多好心的人，搭上了便车，很快来到了尼斯。这里不受德军控制，他们也终于与家人团聚。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不管世界如何，他们依然能幸福地笑着。但3个月后，德军占领了尼斯。今天是妈妈的生日。 孩子们一起凑钱买了一把小提琴送给妈妈。悦耳的音乐刚响起，就有警察砸门，所有人都慌了。男孩迅速躲在床底，爸爸开门应对，递过证件。警察确认后，开始质问刚才的小提琴声。爸爸吞吞吐吐，不知道怎么说。好在这时，妈妈出来用假护照解了围，说自己是俄国皇室的后代。 士兵一听，没有过多纠缠，转身离开了。这个地方也不再安全了。短暂的重聚过后，一家人又要分离。为了安全，父亲将男孩和哥哥送进了少年兵的训练营。看似坚强的父亲，却在转身后泪流满面。训练营的生活暂时保证了安全，但兄弟俩明白，德军迟早会搜查到这里。他们为自己编造了一个假身份，包括家庭住址、父母信息、上过的学校。因为太过于思念父母，男孩偷偷搭上采购的便车，想回家看看，却意外 走进一个院子，被人打昏了过去。一群德军从车上残暴地拉下犹太人，他们被送进一个酒店，其中还有在襁褓中的婴儿。每个人拿着自己的姓名牌，德军会一个个点名，挨个审问。男孩被打得头破血流，茫然地看着四周。他们被带到一个房间，先审问采购员。Tu n'es pas juif? Non. 不是犹太人的话，就是抵抗组织。抵抗组织要当场击毙，除非你承认自己是犹太人。 Ouais, je suis juif, ouais. Je suis juif et résistant. Tuez-moi si vous voulez. De toute façon, ça changera rien. Ça vous fera pas gagner la guerre. Vous l'avez déjà perdu, la guerre. 男人被士兵带了下去。不久后，两兄弟听到一声枪响，轮到他们了。递过假证件，说出已经串通好的谎言，但军官根本不信，叫士兵将哥哥打倒在地。弟弟急了，冲过去扑倒士兵。军官笑了，恶魔的笑声。军官将他们送去体检，所有犹太人都经过割礼，一验便知。医生一眼便看出了兄弟2人的身份。 Je suis juif. Personne ne pouvait me le dire à moi. 一路走来，兄弟俩已经不相信任何人。 Mais pas nous. Alors juif ou pas, vous savez ce que vous avez à faire. 医生喊来士兵，说2个孩子不是犹太人。男孩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救自己，或许这就是人性的光辉。有了检测报告，军官依然不相信，分开审问兄弟俩，但他们早就串好了供，口径完全一致。军官要求哥哥在2天内将他们的洗礼证明带过来。怎么办？身份是假的，哪里会有证明？ Si tu n'y arrives pas, reviens surtout pas. Vaut mieux un vivant que de mort, tu crois pas? Dis pas ça. Je reviens dans 2 jours avec tes faux papiers. C'est mission impossible.
幸运女神再次眷顾了二人，哥哥找到一位好心的教父，愿意为他们做假证明。两人以为终于得救了，可军官并没有放走他们，让他们去菜园摘番茄，这是一个陷阱。军官并不相信教父的证明，他让士兵将后门打开。如果孩子们是犹太人，一定会想着逃跑。事实上，他们确实动了心思。突然，乌云散去，阳光洒下，照射出士兵的影子。弟弟赶紧拉住哥哥趴下，躲过一劫。军官失望地撇了撇嘴角，转身离开了。他没有注意到身旁的教父已经是满头冷汗。没办法，军官只能让教父带走了2个孩子。男孩们坐上车，他们对未来一片迷茫，不知道该逃向哪里。而这时，他们发现爸爸就坐在后座上，他们高兴坏了，紧紧相拥。父亲看着儿子的伤口，很是心疼。这次团聚很短暂，父亲将他们送回训练营就离开了。过了几天，兄弟俩接到电话，父亲被抓捕入狱，他们必须马上开始逃亡。但这次逃亡没有目的地，只是为了生存。他们来到一座新城市，找到一份工作。哥哥在餐馆工作，男孩在一家书店当送报员。书店老板虽然拥护德军，但却对努力工作的男孩特别的好，为他提供吃穿。当然，他并不知道男孩是犹太人。在镇上的不远处就是德军的据点，谁都明白德军大势已去，战败只是时间问题。兄弟俩忍耐着，等待胜利到来。这天，男孩收到了今天的报纸，他看了一眼，飞快地骑上车，大声喊道：“巴黎解放了，德军战败了。”他将报纸分给每一个人，分享自己的喜悦。这一切终于结束了，居民们开始疯狂报复纳粹的推崇者，书店老板也遭到了殴打。男孩跑回书店，这里已经是一片狼藉。男孩站在桌子上，大吼道：“Je suis juif, j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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 suis juif。”这句话他藏了几年，老板不敢置信自己最瞧不起的种族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善良。男孩和哥哥坐上火车回到了巴黎，一家人终于团聚，可却唯独不见父亲。原来爸爸在解放前就死在了集中营。男孩经历了战争，失去了父亲，逃亡了好几年，但我们都知道他以后会健康快乐的成长，善良的活着。希望战争能放过孩子们。